观众朋友们好，今天是2月4号，这里是荷兰灭共之声。今天讲的主要话题是俄罗斯多地发生这个空袭警报，无人机直闯莫斯科，距克里姆林宫才90公里。好，下面就这条新闻展开来聊一下。现在这个乌克兰可能在开始这个进行大反攻了，不单是把战场这个放在乌克兰，而且要打进俄罗斯本土。所以说他这几天一直在这个无人机这个出击打击俄罗斯，俄罗斯多地出现这个空袭警报。当然了，他先还谣传说是什么这个 UFO， 其实都不是，都是这个俄罗斯的这个乌克兰的无人机闯进了这个俄罗斯的领空，而且进入了纵深地带。有一架飞机就是跑到了这个莫斯科90公里的地方，就是离克里姆林宫才90公里，所以这应该是这个对俄罗斯来说是非常危险的。那他就将来这个乌克兰的无人机可以直闯莫斯科，对这个普京进行斩首行动。当然，一般的这个普京他是住在克里姆林宫的主要的地方，所以说这个应该对俄罗斯应该是很大的这个威胁的。而且还有那个克里米亚吧。克里米亚的这个北海舰队、这个黑海舰队地区，也是遭到了这个无人机的轰炸。这个油槽，听说油槽被炸毁了嘛，这个浓烟滚滚，火光四射，应该说是非常的这个危险的。所以说，这个乌克兰看样子现在是开始在莫斯科进行反攻了。所以说，俄罗斯的任何地方现在都不是安全的，而且这个俄罗斯的直升机它不是这个美国援助的武器，它是自己的制造的，而且是原来这个苏联留下来的这个飞机，现在乌克兰把它改装以后，成为这个无人飞机。对这个应该是对俄罗斯的威胁是非常巨大的，所以说这个普京应该来说是非常害怕嘛，他发火了嘛，他就是指责他的这个防空部队不行嘛，怎么这个乌克兰的无人机这个闯到了离莫斯科才这个克里姆林宫才90公里的地方，你们都不知道。所以这对这个俄罗斯，特别是对这个莫斯科和这个克里姆林宫，应该是巨大的威胁。虽然他们的房顶上都有这个防导弹的这个雷达，但是这个俄罗斯的这个乌克兰的飞机还是这个进入俄罗斯这个克里姆林宫才90公里的地方。当然了，它是可能被击毁的。我看到照片还睡在个鞋地里面嘛，这飞机。但是这个乌克兰的这个听说他的目标不是这个轰炸克里姆林宫，而是看一看、闯一闯莫斯科，看他的这个雷达系统怎么样，这个能不能够发现。它主要起个试验性的作用。所以说，这个俄罗斯应该是非常紧张。我相信他这个一定会有这个国际上的科技人员的支持，改进他的这个避开雷达系统，这个而且找准这个莫斯科雷达的这个死角盲点来进行攻击，肯定是在动脑筋，在动这些脑筋，在准备闯这个莫斯科，对莫斯科进行打击。这应该来说，对普京应该是这个威胁非常大的。
所以说你炸了这个俄罗斯别的地方，他并不害怕，他害怕就是到了克里姆林宫，到了这个莫斯科，如果进行轰炸的话，那对他的威胁是非常大的。当然了，这一次被击落的这一架无人机虽然没有造成人员伤亡，但是它可能起到了一个突破这个莫斯科防线的这个作用。再回去以后，他们肯定会针对性的进行研究，进行这个改装，能够直闯莫斯科，不被俄罗斯的这个导弹发现。他们可能主要是这个目的。如果要是突破了这个俄罗斯的这个导弹防御系统的话，那应该来说对莫斯科的这个威胁是非常大的。那以后他的这个无人机就可以直取莫斯科了，那对普京来说那是致命的，他肯定是非常害怕的。当然，他一个是对他会造成伤亡，对他的这个建筑进行损毁，再一个就是这个引起俄罗斯本国人民的不满，怎么连莫斯科你都保护不了，你还打什么仗？还什么特殊战争？还什么这个要改成战争？所以说这个他就会认为普京无能嘛，很可能这个要他下台的声音将会崛起，就这么简单。所以说这是这个意义是非常重大的。一个是对这个俄罗斯本土进行打击，第一个是这个引起俄罗斯本国的动乱内乱，所以说这应该来说是非常重要的，非常有这可能是一些主要目的，就是要这个突破莫斯科的防线。如果莫斯科的这个反导雷达如果探测不到乌克兰的这一款直升机的话，那对俄罗斯来说是致命的。所以说这个意义非凡。好，谢谢大家，今天就聊到这里，再见。